time, I'm fading fast. I just wanna make it last. Try to let go of the past. I close my eyes, embrace the blast. Sleepless nights and headache stack. Restlessness to hell and back. What's my purpose? What do I grab? A slippery surface, a hole. And sometimes you just gotta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that'll give you relief. There's something what you need, what you need. We're broken, it's tragic. We're not all elastic, but maybe there's magic. Believe you could have it, and I know of sadness, the anxious and panic, the infinite vastness of all that is blackness. So tell me, oh, will you believe? 现在是早上7点多，然后明天就是除夕了。我现在开着 LC500，载着老婆，载着孩子，载着2个行李箱，从 KL 回去新山过年。这是一个我看一生人中没有多少次有这样子的机会了啦，就是开着一辆空间这么有限的车子。你看我后面有2个位置嘛，就是装着 baby car seat， 是牢牢固定这2个孩子了的啦。所以其实这个 trip 可以出发，其实也是非常的不简单啊，因为我家里还有几辆 Tesla 啦，准备要开回家的，所以我们一直想要不要叫一辆，结果到最后我就坚持还是要用这个 LC500 回乡。然后很奇怪的是，我开着一个 5.0 力车 V8 NA 引擎的 LC500，它470个 horsepower。可是我从刚才出门到现在，穿过了Selangor， 穿过了Negeri Sembilan， 穿过了Melaka，我现在差不多要进入 Johor 的 border 了。所以这一路上啊，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我驾的算是相当慢啊。以这辆车子来讲，它的 comfort zone 啊，大概在180、200都是相当的舒服。相当的稳定好的，可是我一路上都是驾着120、130这样子罢了啦。不过因为我要用这个Dynamic Radar Cruise Control， 所以我就把它设定在140。140不是代表我跑140啊，就前面的车慢，它就跟着慢，就跟着前面的车啦。跑长途来讲，有时候我们很怕脚会麻痹啊。那你用 DRCC 的话，基本上你不用踩油门，它可以主动的跟车啊，就前面的车子 brake 它会 brake。然后如果你开着 Lane Keep Assist 的话，你动到线会给你摆回来，所以基本上是一辆非常容易开的车子啦，非常舒服的车子。就是开这台车子的几天前，我才刚驾 Ferrari Portofino M 去到槟城再回来。同样是类似的这种双座的车型，然后都是 CC 偏大的，马力都是500-600匹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车子加起来真的是，它虽然已经是 LC 了 ，Luxury Coupe 了，可是它还是保留了 Lexus 家族的那一种 comfort 啊，椅子的包覆感 ，suspension 的 tuning， 然后引擎的那个它的个性啊，因为它虽然是5.0 力车 V8， 可是它有10个 gear， 所以即便是你 RPM 不到2000转，你都可以到150、160了。所以如果你跑正常，你跑100、120的话RPM 是1500转左右吧，是相当的令我 impress 啦。因为我本来想说5.0 力车 V8 就是喝油怪啊，然后我该自己 set 了这个油耗数据啊，1力车啦，如果是像我这样子驾啦，就是基本上没有踩油门来讲是10.9 力车，你很多小型汽车都未必做得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跑快的话呢，轻轻点一下啦。这台车子呢，它的原厂数据是470 horsepower， 在7100 RPM 可以 hit 到了，所以7100个 RPM 在咁时咁日，你真的是很难找到。你加了1力 turbo， 加了2力 turbo 来讲，你都不需要去到这么高转。OK， 除了 Ferrari 之外啦，其实刚才你听到那个不只是 V8 引擎的声音，因为它有 Active Noise Cancelling 的 function。所以其实它的 speaker 是有在做工的，它就能够综合掉这个引擎的声音啊，透过 speaker 让它更加的 balance，
所以你听起来呢，它的声音不只是大声，它是很 smooth 很舒服，然后不是那种 track car performance car super car 那种跑车的感觉，很优雅。从 KL 开到来马六甲到Johor这一段路，我觉得是相当的满意啦。对于这辆车子，你看有车来你就给它过 ，OK 不紧张了 ，OK， 然后你稍微要 pick up 一点点速度啊，轻轻罢了，很轻很轻很轻的点油门，它真的是可以让你从100到150啊，是无声无息的，它就是这样轰隆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你的 speed 就一直上了。经过了2个多小时之后，我到了 Skudai 的 toll。我还有剩半缸油再多一点点，我的官方油耗是1个里车可以走12.5公里。然后我一路上都是用 Eco Mode 啦，我都没有去测试到这辆车子的最够力的 Mode。那现在为了要欢庆我到新山了 ，3、2、1 Go！ 因为坦白讲啦，5.0里车 V8 来讲，如果是 Turbo 的话，肯定是600-700匹跑不掉的。所以它只有470 horsepower， compare to 其他的，你知道我开过 Ferrari、Aston Martin 或者 McLaren 来讲，这个加速感其实不是说特别 impress 啦，因为没有记错是4点多秒、4.7秒这样子吧，所以，但是它的美妙的地方并不是在于它快啊，在于它的 V8。哇，那种6-7千转，狠狠的驾1个里车走5-6公里，你试试我们的驾1个里车走12公里，就是一个 Lexus LC 500， 5.0里车 V8 10个 speed 的 gearbox 给到你的感觉，所以我们只要 normal mode 就好了，轻轻点油。这种 NA 引擎的流畅感啊，并不是 Turbo 引擎可以给到你的啦，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This is good, this is good。现在是大年初一的晚上，今天从一早开始，我就开着这个 LC 500去见了不同的朋友。我遇见了这些朋友之后呢，就给他们欣赏了一下这个 LC 500，听一下声音啊，收集了一些意见，就是各种不同年龄层、不同驾驶者对于 Lexus LC 的看法。那就这1-2天啊，驾下来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LC 500就是比较欠缺的是动力方面啊。那就一个130万的跑车来讲，它绝对是能够满足到很多人的动力。不过因为它的价格实在是偏高啊，你看130多万，毕竟不是一个相当亲民的售价。可是坦白讲啊，我自己觉得呢，我开下来，我现在跟这辆车子相处差不多有700公里这样子啊，我是相当的喜欢这辆车子。就我此趟行程就是载着老婆跟2个孩子嘛，后面放2个 baby car seat， 所以对我来讲呢，如果是那一些suspension 很硬很跳的车子，我反而是很难去消化，因为对我目前这个阶段来讲，我觉得这样子的车子，就算你去到 Sport Plus 没有感觉的，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在 Sport Plus 的车子 until 你踩油。你就会稍微觉得这辆车子可以给到你这种暴力感。不过我们话说回头啊，因为讲真的，其实你不用花到100多万的啦，你花400-500千买一个 BMW M340i 或者是 AMG C43 等等，你都可以给到你体验。
但是我觉得 Lexus LC 的价值并不是在于动力啊，并不是在于马力、扭力这些东西，因为实际上呢，一台车子不管它的马力、扭力有多少，当你真正在驾它的时候，你真正要完成一个旅程的时候，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去记它有470匹马力扭力用什么suspension等等，没有，你就是驾吧。虽然它是 5.0 升 V8。可是它真正你在平时驾驶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是10个牙，所以它进牙的速度算是相当快的。如果你不是特意的去调整去什么 Sport Plus 啊，还是用 manual 去拉它的 RPM 呢，你是很难会听到 V8 引擎的那个叭砰，它不随便乱放炮，你知道意思吗？compare to 随便一个 S45， 早期的 GLA 45，它放的炮肯定比这个5.0 升 V8 的 LC500 还要来的响亮。你看过这些，我在开着一个21寸超级无敌大的大压，可是在过这些root stripes 的时候啊，你会 feel 到很大的抖动，不过它整个抖动呢，它处理的是相当的和谐。所以就目前为止呢，就我这个700公里的驾驶体验呢，我觉得这辆车子它真的是就很适合我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式等等。当然，你知道价钱是一件事情，不过我们就撇开价钱，我们就讲这整个驾驶体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以往我在介绍 Lexus 的车子的时候呢，往往我都一直要去避谈它的动力，我们都会讲说Lexus 就是给那些不要求动力，只要顺顺驾的人。可是这台不是，这台是我目前开过最快的 Lexus 量产车了。当然，它有一个东西很有趣的就是呢，它是一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感觉，好像你现在去到 Sport Plus 我车是停着的啦，说它没有 soft limiter 的，你一踩油呢，它是直接去到顶的。你看那个 V8 的声浪，今天是大年初2的中午1点半，我们已经一家4口结束了这个4天3夜的新山马来甘榜之旅。我已经 expect 这个时间我回 KL 会很塞车了吧？现在我还到这个古莱舍的那这边，还好啦，因为这台车子呢，它虽然是5.0 升 V8， 可是当你在塞车的时候呢，其实你觉得你就像开着一个2.5 升 NA 的车子这样罢了，它不会有负担啊。坦白讲，在我出发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会不会说，你知道有些车子 CC 大你在慢慢走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很像，觉得车子太重了。其实你走160跟你走110是一样稳的。in terms of 它的 confidence 啦，10分我可以给它8.5分，8.9都没有问题啦。OK， 你看一下塞车了，慢慢 break 下来 ，OK， 没有东西的 ，OK， 很 smooth 的。然后现在我塞车230，你可以看到我的 gear 是3号牙、2号牙这样子轻轻点，很安静的一辆车子，除非你稍微大一点点even 是这样子，它都是表现到非常非常的，它真的是很绅士这辆车子，讲真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会喜欢不过我自己非常喜欢，尤其你看有多少辆100万的 coupe， 你可以载2个小孩子，你知道小孩子行李很多嘛，可是这辆车子的行李箱空间，我可以塞2个 cabin size luggage， 还可以带满一只脚架、一只雨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嫌了的啦，因为我一路上回到新山，很多人都觉得你真的是开这辆车回来新山？Yes， 它本身这个旅程本身可以能够完成，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啦。当然要老婆的配合，要孩子也要配合，那真的是很 surprise， 因为如果你的车子不舒服、很吵、很跳、很晕，首先小孩子不会跟你客气的，大人可能还会忍因为小孩子不舒服都会直接表达出来嘛。那so far因为这个我孩子的这个大儿子的坐姿他能够直接看到窗外面，所以他的肩膀就是这个窗口的这个坎了，所以他一路上都在很享受窗外的风景。然后当我一踩油的时候，他也很享受引擎的声浪，甚至还会模仿这个引擎的声浪，砰呜这样子的声音。所以你会觉得说这辆车子它真的是一个很你知道，因为以前我介绍 Lexus 通常都是 SUV 嘛，或者是 Sedan 我们讲NX UX 啦
RX 啦，或者是 ES 啦等等。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 LC 啊 Luxury Coupe LC 500真的是可以让你开着一个 Luxury Coupe 的同时，能够享受到 SUV 的舒适感，能够享受到 SUV 的一些乘坐的质感， SUV 的悬挂的设定等等。那你真的要发泄跑快的时候，你转去 Sport Plus 踩油门，它也会给你那种响彻云霄的 VX 咆哮声。但这个 VX 又不是 AMG V6 那种梆梆梆梆梆，也不是 BMW M Sport 那一种然后很嚣张的声音，它还是非常非常 Lexus。So Lexus 就是这样子，它无论是你买到我们讲最入门的 EX 200，甚至到这个 LC 500，它都是 Lexus。作为一个 Lexus， 它真的是，它不会因为说我是一个 LC， 我就很粗暴、很狂野，然后就丧失掉他们 Lexus 家族最强调的那一种，优雅那种，怎么讲，很日式 omotenashi 那种感觉。当然，即便我讲到这样子，它也不是一辆完美的车。比如说它的这个娱乐操作系统就，touchpad 等等就有待加强。然后它的这些按钮啊，方向盘上面的这些金属按钮啊等等，质感是一流的 ，aluminium 啊，这些缝线啊 ，semi-aluminum 半苯胺皮革座椅等等 ，everything just fine, just nice。But 它的这个 but 就是你不一定要花130万买到 LC 500，你只要买一个 Lexus UX 新的 NX、RX 或者是 ES， 你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对于那一些真的是追求 uniqueness 啊，追求很尊贵的人就会觉得说哈，为什么然后130万，可能你花500千买 Lexus 就有这样子的东西啊？我觉得又不可以这样讲啦，因为毕竟你买到 Lexus 的，然后 ES 250或者是 RX 给你300、350都好啦。你都没有这种 VX 5.0 VX 说来就来，说放炮就小声放炮的这种感觉，所以，影片的这个结尾啊，我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感谢 Lexus Malaysia 可以让我们一家4口开着这台车子，可以让我们开着一辆移动移进，要快能够快了也是很舒服，不会害怕，不会担心，很享受，很舒服的一个体验。所以今天的这个2022年的农历新年的 JB Tour 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所以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account。我的油还可以走多远？我看一下我的油还可以走249公里，我现在还在古来这样子罢了呀，所以我们就回到去 Comfort Mode、Eco Mode 了。OK， 现在已经到了傍晚5点半，我刚刚过了Seremban，现在在尼赖这里。说我1点开车的嘛，2点、3点、4点、5点、5点半，1点开车是2点、3点、4点、5点半，大概4个小时半这样子啦。所以我到家的时候大概是5个小时。所以我平时一趟开车 KL to JB 或者 JB to KL 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那因为这个时候大年初2的时候，我就多花了2个多小时在路上塞车。所以即便是我刚才真的是塞着一路上在东甲也塞一轮，在这个波提城外面也塞一轮，在芙蓉外面也塞一轮，塞到来，你看我的综合油耗是1个litre能够走10.5公里，真的是比你想象中的要省油。5.0，你可以理解5.0litre V8的车你这样塞，它竟然还可以1个litre走到10公里到11公里。那如果你好驾的话啦，顺驾13公里都没有问题。所以这辆车子除了它的舒服各方面之外，我觉得对我这一趟的旅程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我基本上不用一直打油。最后这个 ending 就到这边啦，所以非常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影片。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21 cut.